你知道吗？蚊子是这个世界上每年杀死人最多的动物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蚊子每年能杀死地球上大约70万人，平均每年约有7亿人因为遭到了蚊子的叮咬而感染上各种难缠的疾病。它们除了是人类最讨厌的昆虫之外，同样还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昆虫之一。每年夏天一到，多数人都会受到蚊子的骚扰，导致不能入眠。但是也有为数不多的人不会遭到蚊子的叮咬。两个人处在相同的地方，为什么蚊子喜欢咬自己，却不咬别人？被蚊子咬到，单单就是起个脓包，痒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吗？今天黑土跟各位领导一起走进10大致命昆虫之一——蚊子的世界。大家好，我是黑土。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，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记得长按点赞3秒，给黑土个霸气鼓励，谢谢。蚊子为什么喜欢咬自己，反而不去咬别人？记得在之前，很多人都认为蚊子喜欢叮咬 O 型血或者皮肤好的人。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。经过研究发现，蚊子的触觉里有一个受热体，它可以感知温度，它对温度十分的敏感。蚊子在寻找一个叮咬目标的时候，并不是因为它的血液质量好坏，吸引蚊子的是每个人身上的温度与味道。蚊子通常都会喜欢汗腺发达的人，体温较高的人，就是容易出汗的。人类的汗液中有大量的氨基酸，蚊子通常对这个味道非常的敏感，它们一旦嗅到汗液的味道，就会食欲大开。蚊子除了喜欢叮咬爱出汗的人，还特别喜欢呼吸频率较快的人。人每一次呼吸都会向外呼出少量的二氧化碳，蚊子对二氧化碳也情有独钟。呼吸频率高的人，向外呼出的二氧化碳相对就比较高。最明显的，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就是，每次干完重体力劳动，刚坐下休息的时候，就会特别容易招蚊子，而且赶都赶不走。这是因为身体经过剧烈运动，向外排出的汗液，再加上运动完的那几分钟里，我们的体温跟呼吸频率会大大的提高。汗液加上二氧化碳的大量呼出，正是招引蚊子的主要原因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蚊子喜欢叮咬健康的人，不喜欢叮咬病秧子。这个说法也不能说全部对，确切点说就是喜欢叮咬年轻人、胖人、孩子。年轻人的新陈代谢相对老人来说较快，皮肤表面的分泌物相对较多，胖人容易出汗，呼吸频率也较快，儿童的新陈代谢旺盛，也更容易招蚊子。还有就是每一只叮咬我们的都是雌蚊，也就是说我们身上的每一处蚊子叮咬都是母蚊子。雄蚊子不吸血的主要原因就是雄性蚊子的嘴巴，也就是前面那根针状东西的两侧是没有锯齿状向外突出的，这个东西只有雌蚊子有。这也致使雄性蚊子根本没有能力刺穿人类的皮肤，吸食我们的血液。还有一点就是雄性蚊子根本没有必要靠吸血为生，它们主要的能量来源就是吸食植物的汁液，植物的养分足以支撑公蚊子的能量需求，而雌性蚊子就不同了。母蚊子是需要传宗接代的，产卵的重任都在母蚊子身上。母蚊子也不是天生就吸血，在与雄性蚊子交配之前，母蚊子也是靠吸食植物的养分为生，只有在交配之后才开始吸食血液，主要原因就是繁殖需要。交配后的母蚊子需要高质量的蛋白质来源，来为自己提供能量，从而促进卵巢的发育，繁育下一代。而各种动物的血液就是它们最理想的养分来源。那么蚊子在叮咬我们这个过程，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单纯的只是起个脓包，养几天就没事了吗？到这里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蚊子叮咬我们的过程。当蚊子被我们吸引过来的时候，它们会轻轻地落在我们的皮肤表层，这时的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感觉。当蚊子开始用它那长长的针状吸管一样的东西插入我们皮肤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有任何感觉。它嘴巴前端的吸管用肉眼看上去是一根，其实它的构造非常的复杂。在显微镜下，蚊子的吸管分为6根，其中2根的边缘会向外突出锯齿，看上去不太明显，其实这2根锯齿状的针非常锋利，它可以轻松地穿透我们的皮肤表层，然后再用另外的2根针撑开我们的皮肤，最后进入我们皮肤最深处的才是它的吸管。它的吸管会在我们的皮肤组织里探索，寻找血管。这个过程不是一步到位，可能1下、2下，甚至是好几次才可以找准血管的方位。找到后，它们会刺破我们的血管，并且它剩下的另一根针会在我们的皮肤周围喷出蚊子特有的唾液。它的这种唾液里含有一种成分叫抗凝血剂，可以防止血液凝固，增加血液的流动性，以方便蚊子更快地吸食我们的血液。一根针喷洒唾液，一根针在吸食血液，剩下的在外部起到支撑的作用。难以想象，一个肉眼根本看不清楚的小型吸管，内部构造竟然这么复杂。
在蚊子叮咬我们的这个过程中，它会向我们体内注入酸性物质、抗凝血因子、蛋白酶等，人体对这些物质会有排异反应，这就是在蚊子叮咬过后，我们的皮肤会发痒和起疙瘩的主要原因。那么为什么蚊子在叮咬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会感觉到痒呢？这是由于蚊子的唾液中含有一种麻醉的成分，通俗点来讲，就是蚊子在叮咬我们的时候，会先给我们局部打上麻药，先让我们失去知觉，然后再开始进食。等它们喝饱离开之后，残留在皮肤上的麻醉效果还没有过去。过一会儿，等蚊子的麻醉成分过去了之后，我们就会感觉到痒。那么蚊子究竟是靠什么一年可以杀死地球上70万人？想必各位领导也有所耳闻，对，就是病毒。部分蚊子的体内会携带一种疟原虫的病菌，在蚊子叮咬我们这个过程中，就会把病毒传染给人类。如果情况严重，就会出现疟疾。我们都知道，疟疾这种病至今为止在全球的流行仍然很严重，特别是非洲大陆，全球每年约有1亿人有疟疾的临床症状，其中90%的病人都在非洲大陆。感染上疟疾的人一会儿发冷，一会儿发热，这种病在我们国家就是俗称的打摆子。除了疟疾，被蚊子咬到还可能会导致黄热病、登革热、塞卡病毒等等高达80多种疾病，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疟疾。疟疾这种病其实特别的严重，在古代这种病被称为瘴气。之所以称之为瘴气，是因为在野外有大量的蚊子聚集飞到一块儿，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团黑色的气体一样。当这群黑乎乎的气体飞过人畜生存的地方之后，人畜就会出现各种疾病，甚至死亡。这其实就是大量携带病原体的蚊子飞过人类居住的地方，将病毒传播到人类身上，被咬到的人就可能出现疟疾，最后导致死亡。1930年，远东热带病医学报告指出，泰国每年死于老虎手里的人才仅仅50个，而死于蚊子带来疟疾的人数则达到了5万人。在我们看来，狮子、老虎这样的大型猛兽对人类造成的威胁应该很大，可事实上，蚊子才是真正的屠夫。这样看来，那么蚊子好像是百害而无一利，不仅咬人类，还会咬其他的动物。那么蚊子既然这么讨厌，就没有哪一种动物可以治得了它们吗？有，那就是蝙蝠。一只蝙蝠1小时可以吃掉600只蚊子，并且蝙蝠吃蚊子不会被蚊子所带来的病原体伤害到，毕竟蝙蝠也是携带病毒最多的动物之一。理论上来看，如果有足够多的蝙蝠，蚊子的数量应该可以得到控制。但是，假如蝙蝠可以把世界上的蚊子消灭得所剩无几，那么人类面对的可就不是小小的蚊子这么简单了。这样看来，想要消灭地球上的蚊子，难度会相当的大。另外，还有就是蚊子也不能消失，我们需要它们。你知道吗？蚊子其实比我们人类更早地出现在这个地球上，它们是货真价实的远古生物。已知最古老的蚊子可以追溯到白垩纪晚期，也就是恐龙的那个年代。它们跟随恐龙经历过空前绝后的大灭绝，但是最后恐龙灭绝了，蚊子却奇迹般的生存了下来。目前已知的蚊子高达3000多种，历经这么久远，它们可能已经进化成了跟曾经截然不同的种类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蚊子这个物种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了至少不低于9000万年。历经这么久远的时间，地球上究竟发生过多少次毁灭性的灾难？这对我们人类来说是空白的。蚊子可以在地球上生存这么久，一定有它存在的原因。假如人类在未来有这个能力，可以消灭到地球上所有讨厌的蚊子，如果蚊子全部灭绝，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？首先，蚊子消失的前一段时间，我们可能会很高兴，因为以后再也没有蚊子骚扰了，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在野外露营，许多人也不会因为蚊子带来的疟疾而死亡。夏天也可以舒适的入睡，但是没过多久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首先会影响到的就是植物界许多靠蚊子授粉的植物可能会灭绝。虽然蜜蜂也可以为植物授粉，但是如果少了蚊子这个大军团，单凭蜜蜂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。许多植物如果缺少了蚊子的照顾，有可能会灭绝。第二个就是许多以蚊子为食的动物，比如一些鸟类、青蛙、壁虎的口粮将会减少。这些动物虽然可以依靠别的食物生存，但是少了蚊子这种能量来源，也将会出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还有一种理论就是蚊子可以帮助人类控制人口。如果没有蚊子传播的病毒，世界上的人口增长速度可能会更快。人口一旦大爆炸，对人类带来的危机肯定小不了。除了控制人口，在森林里，蚊子也在控制着许多大型生物的数量。蚊子虽然咬人，但是它们也咬其他动物，在整个地球的生态链中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。
世间万物，无论是邪恶的，或者是令人讨厌的，都有它存在的理由。人也一样，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身上都会背负着各种不同的使命，有大有小。有的人天生就要背负着家国情怀，来到这个世界只为拯救苍生；有的人默默无闻，一辈子在家中为父母尽忠尽孝。还有很多人都遍布在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，肩负着不同的使命，看似不重要，但是没有他们真的不行。对于这个世界来说，我们很渺小，却又很伟大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觉得还不错的领导，记得帮黑图点个赞，谢谢。